耍嘛。人女家當明星吧，加高凤宇恒医师，地市特种兵营地发生严重爆炸事件，伤亡严重，速前往营地救援。我靠！我靠！我到底死了没？凤宇恒，12岁，大顺朝左相大人凤锦元嫡女。3年前，外祖一家获罪，被贬荒州。父亲怕受牵连，联合祖母将母亲姚氏贬下堂，再把府中姨娘沈氏扶正。我靠！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受命行事，谁叫你们命中带杀呢？你们待在京城会让整个凤府家破人亡。就是真晦气，老爷说你们以后就待在这里自生自灭吧，能把你们护送到此也算是我们仁至义尽了。我们走。我勒个去！如看电影回放一样，回顾完原主的一生，凤宇恒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：穿越了！你的委屈我都明白，既然我来了，必不会让那些欺负过你的人好过了去。凤府对吧？这笔账我会替你好好清算。谢谢你。看来这身体的原主死得很不甘心呢，听到承诺才肯离去。有那样一个爹，有那样一家子所谓的亲人，是该恨的吧？哼，那丫头卖到城府的醉花楼，至少能得50两银子。咱只要干成这一笔买卖，别说给狗娃子娶媳妇儿，就是我再掏2个小的都够了。你想得美！敢讨小的，我拼了跟你一起下大牢，也要把这事儿告到衙门去。不对呀，明明就是扔在这个地方，人呢？哎呀，该不是跑了吧？不可能，那药的分量足够他睡2天2夜，怎么可能当晚就醒？那你说，人哪儿去了？你跟我好有什么用？人打晕了之后，咱俩一起给灌的迷药，你自己眼瞅着的，怎么光赖我一个人？谁打我？哪有人？有，刚才有人打我脑袋。快走！眼见那2人跑远，凤宇恒不再去理那2人。刚来第1天，还是不要惹出人命的好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烧了总比抛尸荒野好。突然身后不远处传来一声轻哼，凤宇恒转过身，一个男人。凤宇恒惊得汗毛都竖了起来，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而他竟然没有发现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看够了就出去。山是你家开的，缝是你家挖的，我偏不走，你能把我怎么地？哼！哼！现在要走的不只是我啦，你也得走。照这个烧法，这地方很快就要被燎原了。算了，我扶你一把。你能勉强走动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倒是烧不大，可你不觉得味道越来越重吗？这山缝子正好迎着风，我们是在闻烤尸体的味儿啊，烤人肉啊，烤！别说了，你试试拉动草席子，看能不能把我拽出去。这么严重？我看看。别动！你有病啊！没病会在这坐着，我不是有意推你，力气使得大了些。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不愿走就继续在这里闻烤肉味儿，本姑娘不奉陪了。你等等！凤雨恒觉得自己对长成这样的男人一点儿抵抗力都没有，算了，往这边走，不远有一条小溪，风向也向北，吹不过来。好。终于连拖带拽的把人从山缝里弄出来，凤雨恒都快累死了，草席子都磨破了，你再忍忍。没事。要把你摔狠点，你就不说没事了。哼，小小年纪如此狠辣，适才你手里的石头子再多些，只怕那二人也得被烧死吧。你什么你？如果你没打算放过伤你这两条腿的人，那就没资格指责我。向来恶人有恶报，他们若不害我，哪来今日恶果？切！从未有人这样与他说过话，没有卑躬屈膝，没有趋炎附势，也没有礼待尊重，还有自己的想法，会对他的话大胆质疑。还走不走啊？不走了，累。这时，就在刚刚二人栖身的山缝处，出现了两个人影，四下晃动，像是在找着什么。喂，是找你的吧？为什么就不能是找你的呢？怎么可能？我娘重病起不来，我弟才6岁，村里其他人要么想着害我们，要么避之不及，奔着山缝去的，定是知道你落脚处。看了看凤雨恒那吊儿郎当又有些小聪明的模样，这丫头甚是有趣，甚是有趣。主子，属下适才寻不到主子，还以为出了事呢。这是属下从府城寻来的大夫，让他给主子看看伤吧。有劳了。不敢不敢。你是谁？一个纵火犯。你哪只眼睛看到火是我放的啦？两只眼睛都看到了。这位公子，你这膝盖骨都断了。啊，我知道。先生可会接骨啊？会倒是会，只是接骨产生的剧痛，怕是常人受不得呀。老朽是在出诊的路上被这位小哥抓来的，药箱里只有几种常用的药材，并没有备吗啡散呐。没有麻药会疼死的。而且不光是要接骨，这西处的烂肉也得先刮去才行。老朽瞅人伤处都肿了，只怕……哎呀，这荒山野岭的，要不让这位小哥背上你，随老朽回府城医馆吧。不行，就在这里治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没有吗啡散，这样的伤老朽可不敢治。
凤雨恒不愿再听他们争扯，他两只手在松散的衣袖间交叉相握，只觉抚过右腕时有微微热度传来。一刹间，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前世，他开在省城的私人药房，凤雨恒试了试，竟然通过意念很容易就能把药房里的东西调出来握到手里。这样奇怪的发现，必须得找个安静无人的地方，好好查看一下才行。别动，姑娘，对不住了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只怪你今日不该在这里见到我家主子。主子，白泽，主子息怒，一个孩子而已，让他去吧。可是如果走漏了风声，白泽，同样的话，我不想说第二遍。是，多跟你家主子学学吧，杀人灭口的事就算要做，也别当着还有用的人做。大夫这行业向来不公开不透明，人家若是有心计较，随便动动手脚，他这两条腿就可以彻底报废了。你别得寸进尺，小小年纪道理还懂得不少。白泽，你跟他学学，人家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主子，别说了，回家去吧。不是说娘亲还病着吗？那什么，我帮帮你吧。这话一出口，凤雨恒就想抽自己一大嘴巴。独善其身懂不懂？哪儿都有你呢。你想怎么帮？当然是先止痛。老先生，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他们为了保证行踪隐秘，想杀了我灭口来着。你说句话，给个承诺什么的，不只要保证你的生命安全，我今天帮你的事儿也不能说出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一个山村里的孩子，早年间遇到一位波斯奇人，给了我些好东西。今天我要用这些好东西救你家主子，但我不想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手里有奇货，懂？懂。老先生，只把我当做普通病人就好，做完你该做的，我自会让白泽送你出山，绝不会伤你性命。当真？只要你不将今夜之事说出去，便当真。今晚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出门看诊迷路了。来吧。这位公子，剩下的就是调养了。白泽，把先生安全送回府城。那您呢？我留下照顾他。那个人是你，这么多年你杳无音讯。是白泽回来了。既然你的人回来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去吧，小心些。真是不公平，这你的腿我也有份儿，怎么就不说让白泽也送送我？我说着玩的，不过我为你消了灾，你是不是应该给点报酬？你想要什么报酬？我不但帮你治伤，还出了3种药，另外还送了剩下的药给你。你说这些值多少钱？我知你那药千金难求，只是我现在的确拿不出那些钱来，最多20两，都是碎银子。想来你在山里用着也方便。20两。如果今后有机会再见，纵使姑娘求要千金，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。就这样吧，那我就走了。望着远走的小小身影，瘦弱的可怜，又透着倔强，向来表情不多的脸上浮起了淡淡的笑来。主子是在笑吗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送到山口处打昏了，醒来之前能不能保命，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。主子，那边要不要属下去处理？不用，我们明早就出山。属下遵命。突来的消息，那个人是你，这么多年你杳无音讯。时间的橡皮擦掉了记忆，但我迟迟却没有忘记你。如果今后有机会再见，纵使姑娘求要千金，我都不会说一个不字。切，你不爱听这样的话，哼！今后有机会再见，
这样的话一出口，多半就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凤羽恒按着原主的记忆往家的方向走。时间的橡皮擦掉了记忆，但我只是却没有忘记你。哎呦喂，总算是回来了，活着就好。滚一边去！今儿你们必须从这给我搬出去，房子我要收回，想继续住就给我交1年的租子。等我们家阿恒回来好不好？就算要搬，也得等孩子回来。你们家阿恒他早就跑了，说是进山采药，去了2天都不见回来，不是跑了就是被狼给吃了。你还有什么指望？我姐不会被狼吃，阿恒不会丢下我们的，求你再让我们等1天，1天就行，1天也不行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突如其来的袭击，昨晚乱葬坑里发生的怪事又回荡在徐氏的脑子里，就是像刚刚那样，一下一下又疼又可怕。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他们说你不要瑞儿和娘亲了。凤子瑞，原主同父同母的亲弟弟，可是怎么跟他前世刚6岁就夭折的弟弟生的一模一样？前世妈妈生弟弟的时候难产离世，母亲的样子在他心中已经逐渐模糊，而今姚氏的眉眼那般亲切，已经多年不见的模糊的影像又附在眼前。阿恒，凤羽恒忽然就笑了。这个陌生的年代，他并不是一个人。感谢老天，这一次穿越原来竟是如此体贴的安排。阿恒，阿恒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没事，娘亲放心，有阿恒在，谁也不能欺负咱们。娘，别哭。徐婶子被伤得不轻，昨天进山采药，耽搁在山里，也不知怎的，就听到那深山里头鬼哭狼嚎的，好像有好多冤魂在叫什么。哦对，要跟烧了他们的人讨债。你才是厉鬼，你才是冤魂。和你的福，凤羽恒的确是，但阎王却不收我。1年前我娘生病，凤家当初给我们的银子只剩下50两，我娘全给了你，可是50两银子只喝到3副药。徐婶子，这笔账我们好好算算，那要极贵。你们的儿女也都看着呢，这世上会有报应，你别不信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山村妇人好大的口气呀，也不睁开眼看看，有这样马车的人家，也是你惹得起的。娘，凤羽恒看了姚氏一眼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孙嬷嬷，姚氏当年的陪嫁，在姚氏母女3人被送到山村后，就扣留在凤府。夫人，您受苦了。嬷嬷也被赶出府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夫人，老奴是来接您和小姐少爷回府的呀。回府？回什么府？嬷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西平村了？夫人小姐，大喜呀！九皇子打了胜仗，老爷和老太太召您回去给小姐准备亲事呢，请夫人和小姐上车回府吧。娘，小心！事出突然，我们母子3人尚未有任何准备，还请嬷嬷稍后片刻，待我们收拾好再出发。
九皇子不日回京，还请夫人小姐快一些吧。好。娘，别怕，一会儿回到府里，咱们可得把那车夫的事跟父亲大人讲一讲，让父亲给我们做主才是。父亲一定会严惩坏人。府里除了这样的下人，老爷一定会彻查，不可以一回来就给你父亲找麻烦。咱们能平安回府就是幸事，车夫的事就说他摔死在半路，其他的莫要再提了吧。若真是车夫生事，那算是万幸了，只怕容不得我们的是那车夫的主人。娘，你记着，有的时候忍一时并不能风平浪静，退一步也不见得海阔天空。你们要进城赶紧进，等会九皇子班师回朝，进了城最好先找个地方把马车停好，千万别冲撞了贵人。谢了。九皇子打的胜仗，比皇上献帝的期限整整早了2年，是咱们打胜的战神呐！九皇子千岁千岁千千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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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春风拂过你那新枝桠，他平满远眺那个他？是他。暗暗思忖，他能确定那车辇里戴着黄金面具的人，就是他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在山里见到的那名男子。那个人就是九皇子吗？阿恒是说坐在车辇里的人，既然是迎九皇子回京，那肯定就是了。孙嬷嬷，你之前说凤家接我们回来是为了什么来着？小姐，是为了您跟九皇子的亲事。阿恒，后日子就快熬出头了，如今九皇子有军功在身，即便是在其他皇子面前，那都是要高出一头的。我的阿恒有福气了。凤羽恒从不相信服不服气之说，催了姚氏和孙嬷嬷上车。白泽，去查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玉，总算回来了。左相凤府，凤羽恒望着眼前匾额上府4个大字，心中有讽刺的笑声荡起。堂堂左丞相，竟干得出为求自保、宠妾灭妻、弃子女于山村不顾的事情来。他真想知道，那位父亲再次面对他们时，会是副什么表情。夫人别急，定是下人往里头通报去了。凤子睿的一句父亲是不是不愿意见我们，已经问了3遍，就在刚要问出第4遍时，大门终于再次打开。夫人，二小姐。凤府的大门还真是不好进。二小姐言重了，是守门的下人不懂规矩，还请二小姐先随老奴去正堂。老爷夫人还有老太太及诸位诸子都在正堂等着您呢，耽搁了就不好了。回头啊，那不懂事的下人随二小姐处置。哼，前面带路。陈瑜啊，不用你招呼了。陈瑜许多年没见姚姨娘、恒妹妹还有子睿弟弟了，父亲就让陈瑜在这里待上一会儿吧，妾身姚氏给母亲问安，给祖母问安，给祖母问安。哼。我与你父亲念着当初的情分，也是想着你们姐弟才接你们回府，既然回来就要懂得感恩。是，人人皆知，父亲最是重情重义，当初若不是顾念着沈姨娘的娘家为父亲赶考花费不少银两，父亲也不至于把当家主母的位置
放给沈姨娘做，可见父亲不是忘恩侣，人品贵重。下贱的野丫头，下贱的野丫头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父亲，快叫大夫给母亲看伤吧。宋夫人回禁御院，请府里的客卿大夫去看伤。是，老爷。贱人生的贱种，半点规矩不懂，养在山里几年愈发的野性，小小年纪就一副狐媚的样子。清清白白的小姑娘眼睛里哪来的这股媚态？这双眼睛灵动非凡，是五官中她最满意的，哪里就有媚态了？这泼妇撒起泼来，还真是什么话都能往外说。母亲，您是摔到头，摔糊涂了吧？陈宇，扶你母亲回禁御院。是，父亲放心，我会请大夫为母亲好好看看，可别落下病根才好。沈姨娘，阿恒是帮着父亲念您的好，让父亲不论何时都记得沈家当年的大恩。够了，过去的事休得再提。老爷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沈家当初对凤家的付出都是假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阿恒妹妹，你怎的跟母亲一口一个姨娘的叫？这像什么话？母亲都被你气糊涂了。母亲，阿恒妹妹刚回府，不懂规矩，还需您以后多教着点儿。阿恒，咱们刚回府，你不能这样。是阿恒叫错了，对不住沈姨。哦，母亲，主要是以前叫姨娘叫习惯了，一时不好改口。一个一个越来越不像话，嫡母没个嫡母样子，庶女也没个庶女样子。我凤家的规矩都是摆着好看的吗？老太太，您可得给媳妇儿做主啊！做主？你倒说说，让我给你做什么主？当年就有人说这丫头是煞星，咱们把她送走这几年，府里多安生，可她一回来就闹出血光之灾，这样的煞星怎么可以留在府里？夫人，阿恒怎么会是煞星？那是妖人胡说八道的。那今天这事儿作何解释？这丫头命里带煞是人人皆知的事，照我看应该送到城外庙里去。宋小姨娘和二小姐、二少爷为柳园安顿，一应奴仆下人吃穿用度按姨娘份置办。什么？老爷你说什么？我说让姚氏带着阿恒和子睿到柳园安顿。不行，不行，他们留在府里，那我的陈瑜怎么办？母亲，不管谁在府里，陈瑜都是凤府的嫡女，这一点不会变的。是，陈瑜是我凤府嫡女，这一点又不会变。哼，哼。凤锦元不知道这个女儿是何时变得这般不可琢磨，而凤羽和印象中，这位父亲也曾对着原主笑过，何以现在竟连一丝父女情分他都感受不到？回柳园的路上，凤羽恒一直在猜管家何中到底和凤锦元说了什么。凤家之前千方百计都要挪给凤沉鱼的婚事，元和凤锦元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，唯一的可能，九皇子出事。阿恒，你是不是赶路太累了？怎么？娘亲想说什么？是踩在正堂，你怎么那般犀利？从前我们事事遵从凤家安排，到头来又换来了什么？西平村这几年的日子，娘亲难道还没过够吗？提起西平村，姚氏也没了脾气。这座凤府之所以他还选择回来，只是想给一双儿女寻个好的前程。那车夫的事，老爷怎么说？唉，人家根本不管咱的死活，
连做个关心的样子都没那个耐性。所以娘亲啊，嬷嬷啊，别再指望凤府对咱们有多好。嬷嬷啊，去柳园还有多远？穿过那个月亮门，过一条回廊，再绕一个小水塘，经一片小花园，在花园后头走上近300步就到了。凤宇恒失笑，凤家讨厌他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住的地方安排得如此远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这柳园早些年就有，府里大少爷凤子浩在13岁那年曾经宠过一个叫柳儿的丫头，那时凤子浩还是庶子，柳儿最多也就算是个通房，根本没资格在府里开园子。但凤子浩极宠柳儿，央着沈氏去求你父亲，最终你父亲同意，让沈氏自己出钱将府里最偏的一处马房改作院落给柳儿住。可惜那柳儿命薄，还没等住进来就掉到水里淹死了。说起来，那柳儿死的也蹊跷。我记得那年有一日大少爷赴宴晚归，是大小姐亲自去给柳儿送的饭。柳儿吃完后又忙了一会儿，当晚回去时就有些晚了，经过水塘时一脚踩空，生生淹死。姐，怕吗？不怕，很好。子睿，你记着，你是凤府的孩子，你的成长就注定会比别的小孩多些坎坷，姐姐不可能一辈子给你庇佑，但是不要怕，要想在这种吃人的地方平安活着，你就必须得有承受风雨的能力。好的，姐。给姚姨娘问安了，姨娘可还记得老奴？李嬷嬷，正是。大夫人说了，姚姨娘刚回府，诸事不便，换了不懂规矩的婆子来，怕是伺候不好，就让老奴带着2个大丫头先过来帮衬着，真是有劳大夫人了。凤宇恒冷眼瞅着前面3人，说是下人，但衣着体面，态度毫不卑谦。李嬷嬷是老人，面子功夫做得很足，但满喜和宝堂则不然，一个鹅黄，一个淡绿的轻纱坠地长裙，这哪里是干活的料？哼！既然人头来了，那就开工吧。这满院子的灰调就由满喜和宝堂负责清理，李嬷嬷打个下手，孙嬷嬷跟着我一起收拾里屋。窗柩上的灰，房子顶上的土，院里这些破烂东西都给我打扫干净，地面要用水泼，再拿刷子刷出本色。你们做下人的，想来这些事情不用我过多吩咐，那就抓紧些，干完了就能吃午饭了。凤宇恒他一口气把话说完，率先推开正房房门，迎着扑面而来的灰尘就进了屋。嬷嬷，咱们真要干他说的那些粗活吗？你们若是就想这样回去见大夫人，那我也不拦着，只是要好好想想大夫人吩咐的事，什么都没做成就回去，仔细你们的皮。李嬷嬷，去给我提桶水来，再找个空盆子。真是。呛死我了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四妹妹，别这样，还要我怎样？三姐你放心，父亲让他们住在这里，摆明了就是厌烦。那姚氏的娘家出了多大的事儿，咱们凤府没跟着受连累就是万幸，现在又把他们接回府里已经是大恩，难不成还要好言好语的哄着供着吗？哼！你个奴才瞎了狗眼！混账东西，都给我拉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四妹妹快别喊了，赶紧回去换身衣服吧，这样子被别人看到不好。凤宇恒，四妹妹走路也不看着点儿，捂着门口刚打扫干净，又被你挡了一盆水，真是麻烦。满喜，赶紧把门口弄干净。你多谢两位妹妹来探望，但我们这院子现在实在脏乱得很，没法请妹妹们进屋喝茶，就先请回吧。至于四妹妹弄脏院子的事，妹妹放心，我是不会跟长辈们说的，毕竟妹妹也是好心来看我，再因这事受到责罚就不好啦。睁眼说瞎话，
她这二姐姐行啊。二姐姐当年走得急，好些衣服都没带走，我帮着二姐姐留了下来。现在你回来了，还给你。哼，只可惜这衣服当初是做给凤府嫡女穿的，你现在区区一个庶女，早就不配这么好的衣料了。没错，庶女，彼此。四妹妹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离开不太好？要不这样吧，满喜，把你的衣裳脱下来给四小姐换上。四妹妹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离开不太好？要不这样吧，满喜，把你的衣裳脱下来给四小姐换上。这二小姐，不是奴婢不愿换给四小姐，只是您看，奴婢比四小姐高出一个头呢，这衣裳四小姐也穿不了啊。那四妹妹，你就挑没人的地方跑快点，再耽搁，只怕被更多人撞见就不好啦。你，哼！三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？无恙，都好，二姐姐也还好。母亲，姨娘可还好？听着享荣下意识的就跟姚氏叫母亲，凤玉衡面上的笑便又真了些。享荣挺尴尬，一缩手，从袖口里拿了个小纸包出来，塞给子睿，里面包着几块点心。出来久了，姨娘还等着我呢，有空再来看二姐姐。二妹妹，啥？二妹妹昨晚睡得可好？柳园那边虽说偏远了些，但却是府里最安静的一处所在。以往我就喜欢那园子，和父亲说过几次，父亲都不肯给我住呢。看来父亲还是更疼二妹妹多些。大姐姐说的哪里话？这些年我在山里，都是姐姐替我在父亲跟前尽孝道。阿衡怎么敢跟大姐姐争这份宠爱？更何况父亲那样重情重义之人，不管是念着父女之情，还是念着当初沈姨娘钱财相助之恩，都是会把大姐姐放在心中第一位的。哎呀，真该死，怎么一开口就是沈姨娘？看来这小时候的习惯真是要不得，应该叫母亲才是。还好父亲不在，不然阿衡要受罚了。大姐姐不会跟父亲告状吧？二妹妹真会说笑，你不懂得规矩，我自然会慢慢教你，又怎会做出背地里告状的事情来？快些进去吧，祖母该等急了。得谢大姐姐。快些进去吧，祖母该等急了。得谢大姐姐。陈瑜给祖母请安来晚了，还望祖母莫要生气。实在是陈瑜得知近日祖母的腰疼病又犯了，便赶着给祖母做了一对软枕，祖母放在腰下试试。祖母的腰病往年不都是冬日里才犯的，怎的今年才夏末就开始疼了？哼啊，人老了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阿衡给祖母问安，怎的穿成这样？祖母是说阿衡这身衣裳不好吗？可这是昨日四妹妹特地给我送来的呀。四妹妹说当年我离府之后，这些衣裳她就一直珍藏着，如今我回来了，赶紧就还回来给我穿。祖母，阿衡刚回府，不想驳了姐妹颜面，既然四妹妹送来了，自然是要穿的。又来了，二姐姐，我开始有些期待你接下来还会说出什么话了。又来了，二姐姐，我开始有些期待你接下来还会说出什么话了。四妹妹这样喜欢我的衣裳，二姐姐很感动，只是从前那些都是姐姐穿过的，你不嫌弃还穿了这些年，姐姐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来，这是昨天宫中特地给我送到柳园去的新衣，就送给四妹妹，希望妹妹不要嫌弃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是裙子啊，颜色还挺好看的。哪里会有这样的裙子啊？快拿走，快拿走！凤羽衡，你这是诚心害我吗？这种裙子穿在身上，肉都要被磨下来的。
府里怎么可能把不好的衣裳给自家女儿穿？四妹妹，快别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？我不要你这鬼东西！你这是存心害我！我怎么会害妹妹？这真是李嬷嬷拿回来的好东西啊！滚开！都给我住口！一来就吵吵闹闹。凤府的庶女怎的就这般没个样子？你们看看陈瑜，端庄稳重，从不以物喜，亦不以己悲。再看看你们自己，祖母，分明是凤雨恒要拿一条割人的破裙子害我，您怎能不治他罪过？老太太气得撑着力气就要起身，刚一欠身就哎呦一声又坐了回去。一看老太太腰病犯了，凤晨瑜赶紧凑到跟前问道：祖母，要不要请大夫来看看？看了也没用，这病年年犯，他们给开的那些个苦汤药从来也没见效果。这病年年犯，他们给开的那些个苦汤药从来也没见效果。祖母这病症可是从腰部一直向下，经大腿后方、小腿外侧，直到足部都有抻痛感。这种病症叫做腰间盘突出症。最初的表现只是腰痛，但若祖母已经痛到下肢，那便算是重症了。能治吗？要看情况，在犯病的时候必须要卧床，期间不可做弯腰持物动作。还有，卧床要卧硬板床，不可软。像大姐姐拿来的这种软枕，便是这种病症最忌讳的东西。不知二妹妹是从何处听来这些医理，可有经大夫确认过？你们若是不放心，自可去请大夫来瞧瞧，看看说法是否跟我说的一样。另外，从前给祖母看过病却没有正确诊治的大夫就不要请了。凤雨和他无意再说，跟老太太俯了俯身，到凤享荣身边坐了下来。除了卧床，还有什么办法？还有推拿按摩，但必须要经验丰富的大夫来做，否则很容易适得其反。祖母放心，陈瑜一定会寻访名医为祖母诊治。满姐姐这是怎么了？二小姐，奴婢不知，就是脖子有些痒。为何你的脖子有一片片的红？奴婢不知，奴婢真的什么也不知。怎么会这样？又怎么了？这衣服居然掉色。又怎么了？这衣服居然掉色。定是宫中备的料子出了问题。沈氏，你是当家主母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处理。另外今日便着人为阿恒和子睿还有他们娘亲重新备衣裳，现做来不及，就先出去买几件成衣。是，媳妇儿知道了。正好阿恒也在，有个事情为父说了，阿恒你不要太伤心。今日早朝有朝臣在议立太子之事，被皇上驳回。不是说九皇子班师回朝之日就是立太子之时吗？九皇子是昨日回来的，为何皇上不但没有动静，今天还驳回了大臣的上奏？这件事情儿子也是刚刚得知，原来九皇子确实退了敌方大军，守住了疆土，可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啊。伤到什么程度？双腿全废，容貌尽毁，就连子嗣上，还好，还好，怪不得你父亲昨日把他们留了下来，定是那时就听到信儿了。父亲还是爱护陈瑜的。阿恒莫怕，个人有个人的命，离你及笄还有3年呢，不急。阿恒，你莫要悲伤。阿恒，你莫要悲伤。父亲之前说有个事让我不要伤心，就是这个。不然，你以为是什么？没什么。纵然阿恒你要嫁的人出了意外，但凤家永远都是你的娘家，在嫁妆上会多为你备出一份。祖母为何要为阿恒多备一份嫁妆？这孙女是不是傻？祖母好意，阿恒心领了。阿恒是凤府的女儿，九皇子亦是皇上的儿子，凤府都想着不亏待女儿，皇上岂能不记着多照拂照拂自己儿子呢？就是，老太太真是多虑了。咱们凤家哪能跟皇家比？多出来的那份嫁妆，阿恒虽然只领心意，
但祖母美意却是不能拒绝的。你什么意思？阿恒的意思是，既然祖母赏下了，那阿恒就做个顺水人情，这份多出来的嫁妆就平分给享荣和粉黛两位妹妹吧。至于大姐姐，想来肯定是与我一样，不会与小妹妹们争抢的，那是自然。享荣谢谢祖母，多谢谢母亲，母亲也谢谢姐姐和二姐姐，谢谢老爷。誉王府的人来下聘礼了。什么？誉王是什么鬼？2年前九皇子出征，皇上除亲封其为镇远大将军之外，还封了世袭的誉王。世袭又怎样？如今子嗣都没了，找谁袭去？原来誉王就是那个人呢。母亲是在为阿恒打抱不平吗？阿恒多谢母亲挂念，你别自母亲。祖母、父亲还是快些到前院看看吧。九皇子全名叫啥？好像是叫玄天明。玄天明还挺好听。不知夫人亲自到府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夫人莫怪。老太太身子不便，无需多礼。起吧，不必多礼。起吧，不必多礼。这位就是与誉王殿下订有婚约的凤家嫡女凤儿小姐吧？夫人误会了，这的确是凤某的二女儿，但却不是嫡女。是啊，咱们凤府的嫡女是陈瑜。陈瑜，快问周夫人好。陈瑜见过周夫人。哼，老身只记得当初与九皇子定下亲事的二小姐是凤家嫡女。夫人有所不知，凤府多年前有所变动，如今阿恒并非嫡女。虽名义上不是嫡女，但二妹妹在府中的一切依然是按嫡女分例置办的，丝毫不曾马虎。陈瑜说的极是。阿恒，夫人也知当年姚家的事，就莫要为难景元了。你父亲和姐姐说的可是真的？嫡庶不过一个虚名。阿恒这些年在山里，早已将这些东西看得极淡了。今年12了吧？再忍3年。夫人言重了，夫人言重了。孩子，等嬷嬷先把正事办了，咱们再好好说话。凤大人，夫人，誉王与凤家二小姐的亲事是自小就定下的，当年就已经过了纳采、问名和纳吉。今日老身受誉王殿下所托，将大聘之礼送来了。凤大人过过目，看是否合我大顺朝南方大聘的规矩。凤锦月拿过礼单，展开来仔细过目，沈氏也跟着凑上前，就连老太太都没耐住好奇，一并凑了过来。可这3人看了一会儿，就集体沉下了脸。这叫什么礼单？凤沉鱼见3人面色不对，悄悄往前走了2步，眼神瞄去，只见那上头写着白银3000两，以谢凤家养育之恩，聘饼1担，海味8式，雌雄鸡2双，猪肉5斤，鲮鱼2条，陈酿4坛，金果4件，茶叶2罐，糯米12斤，砂糖3斤2两，还有金镯1副。怎么，凤大人有何疑义？敢问夫人，这可是誉王殿下授意的礼单。正是。凤大人不满意。凤大人不满意。这礼单只怕确实不妥吧？可有违我大顺朝纳取之制？那自然是没有，只是若平民百姓按这礼单纳取也就罢了，这王侯将相之家，怕是真不妥吧？凤大人知道平民百姓是这规矩就好，
万岁爷说了，皇子虽身份尊贵，但都是大顺朝的子民，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差别。既如此，那凤某就按这礼单收了。凤大人深明大义，不愧为大顺朝的宰相。誉王殿下给凤府送来聘礼，白银3000两聘饼1担，海味8式，雌雄鸡2双，猪肉5斤，鲮鱼2条，陈酿4坛，金果4件，茶叶2罐，糯米12斤，砂糖3斤2两，还有金镯1副。只是把东西搬进来也就算了，偏偏还就有个誉王府的大太监站在门口唱礼单。凤锦元总有冲动想叫人撕烂他的嘴巴，可又确实不敢。给凤府的聘礼就是这些，接下来是我们誉王殿下给未来誉王妃的私人聘礼。什么叫私人聘礼？谁发明创造出来的这种鬼东西？誉王殿下说了，凤府对凤二小姐的生养恩也就值这么多，那3000两银子其实也多给了不少。如果深究起来，凤府对凤二小姐的付出远远及不上这3000两这么多。意思很明白，你凤家怎么养女儿的，自己心里清楚，给你3000算抬举了。周夫人一抬手，身边丫鬟又递了一份礼单过来。这一次，周夫人将这礼单直接交给了凤羽恒。这是誉王殿下给二小姐的私人聘礼，请二小姐过目。我勒个去！周夫人也不等他看完，又一抬手，请誉王殿下赠凤二小姐私人聘礼入府。誉王殿下赐凤二小姐玻璃种翡翠玉白菜1只，羊脂白玉宝瓶1对，九龙玉杯1对，东海夜明珠1对，黄玉佛手花叉1尊，珊瑚貔貅1对，孔雀石山水插瓶1块，青玉菊瓣水仙盆景1个，波斯匠人手工艺黄金镯1套共18只。所有人都听崩溃了，从摆件到首饰，再到头面，不要钱似的一箱子一箱子往凤府里面抬。紧接着，什么屏风、桌椅、多宝阁、书架、镜台，甚至连茶具这种小东西都冒了出来。这明摆着是给凤羽恒把整间屋子都要重新装修一遍。誉王殿下送凤二小姐京城铺子8间，京郊庄子6座，城内麒麟大街宅子1座，另送凤二小姐零用银票10万，金票2万。银票、金票，还有房屋地契都在这里，请二小姐收好。不知誉王殿下的聘礼，二小姐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这样的聘礼当然满意。老身在与未来的王妃说话，哪容你放肆！母亲，还请二小姐明示。阿恒多谢誉王殿下厚爱，多谢夫人操持，这些聘礼甚合心意。这丫头见到如此多的聘礼，只是淡淡而已，面上挂笑，却丝毫不见因财而喜之色，果真不错。那人下了如此之重的聘礼，到底是怎么用？那家伙不知道所谓的凤家二小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更不可能想得到西北深山里的我。就是说这聘礼真的只是下给凤家二小姐，而与我凤羽恒无关，这样想着让人恼火耶。哼！誉王殿下对这婚约如此重视，
是凤家二小姐的福气。临出府时，王爷让老身跟姑娘说，京里的天气燥热，不比西北大山里凉快，还请姑娘多用些去火的凉茶，原来他竟知道，他竟是知道他的。看着满院的聘礼，心情大好起来。他心情一好，就有人心情不好了。可以说，除了比较淡定的安氏和享荣之外，其他所有人的心都跟着各种起落不停，就连凤沉鱼都收起了那张菩萨脸，怎么也摆不出大度的表情来。这些东西都是誉王殿下给二小姐下的私人聘礼，与凤府无关，二小姐自行收好。周夫人，自古以来男方下给女方的聘礼都是由娘家代为收下的，哪有女儿家自行收着的道理？这是规矩。妾台妻位，这样的规矩老身可没有听说过。不过，请凤大人说说您的发妻，也就是我们未来誉王妃的亲生母亲，如今是在何处？她自然是在府里，谁叫她自己娘家被皇上罚了？母亲这话是怎么说的？皇上是将我外祖一家罚往荒州，可却并未下旨要一并发落我那早已出嫁的娘亲啊。好像当初也并没有针对某一个人有更重的发落，即便是噎死了贵妃娘娘的外祖本人，皇上也只是降官级罚俸禄。想来与那位贵妃娘娘的恩宠比起来，圣上更为看重的是外祖的医术。皇上会把所有意思都明说吗？还不是下面人自己思量。看来凤大人很擅长揣摩圣意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妄揣。夫人，阿恒相信父亲定不会做那妄揣圣意之事，其实这些也算是凤府的私事。阿恒如今的母亲在多年以前曾对凤家有过大恩，而我父亲又是极重情重义之人，想来这一切都是父亲的个人感情问题吧。阿恒休得胡言，是阿恒误会父亲了。那父亲难道真的是妄揣？为父什么时候妄揣了？行了，老身只是来向凤府下聘的，至于这些私人聘礼要由凤二小姐个人收着的事儿，真是誉王殿下特意吩咐过的。如果夫人要讲规矩，那就请跟誉王殿下去讲。不过又说回来，我们誉王殿下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讲过规矩？王爷3岁那年爬上龙椅，抱着玉玺玩了一个下午，最后摔坏了一个脚。9岁那年一脚踢死番邦进贡来的烈马。12岁因云妃娘娘被宠妃排挤，他一鞭子将那宠妃抽死，皇上只问了那鞭子有没有伤到殿下。15岁生日，皇上宴请群臣，誉王做主座，皇上都甘居下手。3年前，安定义士王家里的独女看上了殿下，安定王亲自求皇上指婚，咱们王爷不乐意，一把火烧了那安定王府。就在昨日，殿下回京进宫时，御林军中有一将士盯着他的伤腿看了许久，王爷扬起鞭子当场杀了31人。这位夫人，您还要与我家王爷讲规矩？沈氏听得脸都白了。凤锦园也想起今早上朝时听人议论起昨日宫中血案，据说皇上丝毫未责怪誉王。凤家人冷汗呼呼地往下飙。太有趣了，你这家伙哪里是不讲规矩，这分明就是荒唐，太荒唐了。不卑不亢，不哀不喜，心明眼亮。最重要的是，就通过他的几番话语，已经摆明了与凤府界限分明，这样的丫头才配九皇子下了这番重聘。夫人，这些银票给了阿恒，那阿恒是不是就可以自行支配？这是自然。太好了，那阿恒就可以用这些银票给府里的亲人做几身好点的衣裳，再给大厨房里添些好的食材。为何要给大家做衣裳？
实不相瞒，虽然父亲是当朝的左相大人，但实际上挺穷的。我那柳原已经吃了2顿大厨房里食材的边角余料了，想来府里经济8成是已经捉襟见肘。阿恒作为凤府的女儿，手里有了些银两，自然是要补贴一下的。凤二小姐真是菩萨心肠，放心，京城最有名的布庄是咱们裕王府的产业。既然二小姐有话，那明日老身便会派人来为凤府各位主子量体裁衣，每人送1套衣裳。既然凤府穷，那咱们裕王府就自己给未来的王妃准备衣裳穿。周夫人又冲着唱礼单的大太监扬了扬手。抬进来！裕王殿下独赐凤二小姐广寒丝4匹，良人锦4匹，水云缎4匹，若耶纱4匹，另赠软烟罗10匹，给二小姐做帐幔，给二小姐做帐幔。大顺东南西北4方边境各有一属附藩邦小国，这4个小国虽小，但每国都有一件国宝。这4件国宝便分别为广寒丝、良人锦、水云缎及若耶纱。只因这4宝极其难得，4小国3年只得1匹，有的国家攒上10年，最后也才勉强凑出4匹送到大顺。而软烟罗则是大顺境内10年才能杀出来1匹的宝中之宝。这裕王殿下居然一出手就是10匹，还说只是给凤羽恒做帐幔用。哼，既然你那么豪横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劳夫人代我谢过裕王殿下，这些礼物阿恒很喜欢。凤家人直翻白眼，只很喜欢吗？这凤羽恒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她简直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呢。我也好想要广寒丝，我也想要软烟罗，那些东西我全都想要。放肆！四妹妹快别哭了，来日姐姐用这些料子做衣裳时，如果有剩余，最差也给四妹妹做个帕子玩。二姐姐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跟小荣是妹妹，姐姐有好东西自然是要给妹妹们分享的。想来大姐姐也是如此，不会跟小妹妹们争东西吧？自然。二姐姐也给我做，妹妹们一人一方帕子，可好？小荣谢谢二姐姐。这是裕王殿下亲自挑选的2个丫头，送来二小姐这里贴身伺候。这是他们2个的卖身契，二小姐记着，以后用人只用卖身契在你自己手里的。如果有事，可到城内西街的仙雅楼，那里是殿下的。父亲，您看是否先让下人把这些东西搬回柳园？估计柳园放不下。阿恒看看喜欢院里哪个院子，为父啊，重新为你们安排。二小姐可否先看看王爷送的那座宅子，听说紧挨着凤府呢。哦，可是北侧那座老王爷的空宅呀。那宅子原本是先帝赐给当时一字并肩王的，可惜老王爷膝下无子无女，过世之后宅子就空了下来，却没想到已经落到九皇子手里。那宅子与凤府仅1墙之隔，且那墙刚好就是柳园最边上的那一堵。如果王爷所赠的宅子就是那座的话，阿恒啊，为父可差人将那堵墙拆除，直接与柳园连到一处。正是相爷所说的那一座，父亲无需大费周章，只在柳园北墙处开个月亮门便可。一句话表明了他压根儿就不想跟凤府体脉相连，开个小门，待他今后出嫁，分分钟就把那小门给堵上。凤锦园苦笑，如此便随你吧。忘川、王权，哪有人给姑娘家取这样名字的？殿下说了，左相府比土匪窝干净不到哪儿去。虽然凤大人当年荆轲及第，可他家里人多半跟知书达理沾不上边儿，更何况
凤大人那些书也没怎么读到正地方，连个父亲都做不好，也不明白他到底怎么做一个国家的丞相，所以殿下要我跟忘川过来保护王妃，可不能让王妃有什么闪失，也别在凤府里被人欺负了。王爷还说了，等王妃15岁及笄一过，马上就大婚。15岁结婚？你说你们这帮古代人到底是找的哪门子基？我看你们步子轻盈，气脉均匀，不像是普通的丫头。练过吧？我剑法最好，忘川轻功最好。殿下说了，让我们一边伺候王妃，一边保护王妃。怎么就一口一个王妃的？我还没嫁给你们王爷呢，早晚的事嘛。黄泉，你要记着，这里是凤府，不管凤大人那些书都读到哪儿去了，咱们可不能坏了规矩，在这里要叫二小姐。行，那就给凤家点面子，忘川以后就跟着我吧。那我呢？王妃，不是，二小姐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当然要，只是你有比跟着我更重要的任务。有什么事是比伺候二小姐更重要的？去伺候并保护我娘亲和弟弟。我要一座柳园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回头我会退还给爹爹。第二天一早，凤宇恒去看那个新开的月亮门进度如何。工程进度还真是快得出人意料，一个像模像样的月亮门已经差不多完工，就差上漆和精琢了。老爷说了，这柳园还是二小姐的，二小姐其实可以把这堵墙直接打通的。我要一座柳园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回头我会退还给爹爹。这道小门你们也不用太费心力，能过人就行。不敢不敢，一定给二小姐把门做得漂亮。好。禀二小姐，老爷说了，因为二小姐且未出阁，不能单独立府，所以隔壁院里的大门是不能走的。如果二小姐要出门，只需着人跟老太太说一声就行了。可以。凤宇恒对此表示理解，毕竟封建制度下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自己就开门立府，实在是好说不好听。凤宇恒干脆下令，现在就开始搬家，只要门开了，其他的慢慢弄就好。院子搬完，凤宇恒领着一众下人先在这新府里走了一圈，让他意外的是，原本听说好多年都没有人住过的一个府邸，竟然没有一丝杂草，更不见一点烦乱。见黄泉掩口轻笑，于是斜着头挑眉看他，看了一会儿，黄泉就扛不住了。二小姐，我招，我们临出府时听白泽说过，裕王府这些年一直都有派人打理这边的院子，特别是决定将这院子作为聘礼送给二小姐之后，更是派了一队暗卫连夜收拾了一遍。凤宇恒面上掩不住的笑意又漾了起来，那人还不笨吗？新府被凤宇恒命名为同生轩，黄泉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愣了一下，问凤宇恒是什么意思。他给的解释是，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独立的存在，智者应当知道借力而行，所以只有求同生才能长生。二小姐，你跟殿下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谁要跟他一对儿？你们连说出来的话都是一样的，不做一对儿那才叫可惜呢。如果不是这几日我一直跟在小姐身边，真要怀疑小姐是不是已经见过殿下，并且共同琢磨出这番同生的道理了呢。他一微怔，那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吗？哼，这可是一棵500年的老参，要不是你说你老伴病重，这样的好东西我都不给你拿出来。不要这么好的，500年的参得多少钱呢？我就是卖了家里的房地也买不起呀。老先生，我就是看出啊，你不是手头特别宽裕的人，才没把那些1000年以上的给你拿出来。但你买参是干什么呀？续命啊！可是我没钱呐，这是我借遍了村里所有人家才凑出来的，可也不够买500年的参呐。那玩意儿是人参？小姐请看，1000年的灵芝，世间难寻呐。哦，世间难寻吗？那看来这百草堂还真的是块宝地。
没错，我这百草堂无论是500年的人参，还是上千年的灵芝，什么药材都拿得出。那这颗灵芝，掌柜的打算要价多少？500两。500两，一块树皮要卖500两，掌柜的，是不是太黑了点儿？你说什么？哼，你要干什么？哼。这时，黄泉带着之前买了假人参的老头也回到了百草堂。一时间，正在百草堂抓药看诊的客人都围了上来。小姐，要不要先叫人遣散？不必，百草堂开成这样，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。不如换个掌柜，再换个买卖。哎，小姑娘，可别把话说得太大了啊！你可知道这百草堂是谁家的生意？背后的人是谁吗？那玩意儿是人参，还500年，一个破树根子而已。去把那位老先生追回来。那小姐呢？看来这里好东西不少，既然已经有人买了人参，本小姐就买点别的去。好。哎呦，这位小姐是想买药材呢，还是寻大夫出诊呢？你们这里除了卖药材，还给人看病？那是自然，咱们百草要有2位大夫，每日轮换着坐堂，另一位就负责出诊。昨日我母亲犯了疾病，大夫给开了个方子，里面有一味灵芝，说是年份越久越好。我一个姑娘家也不懂什么，原本还怕出来买贵重药材被人蒙骗，可刚才看见那位老先生对百草堂如此感激涕零，想来这么大一间药堂是不会骗人的。切，把里间北边柜子第3排第6个抽屉里的千年灵芝拿出来。小二一脸无奈的应了声，又担忧的看了凤羽恒一眼。掌柜的呵斥了一句：磨蹭什么，快去。不多时，一个木盒子被那小二捧了出来，那小二低着头，高举着木盒，冲着凤羽恒使眼色。凤羽恒看出小二的口型，说的是别买。你可知道这百草堂是谁家的生意？背后的人是谁吗？你倒是说说，是背后的哪位大人物，让你把树根当人参卖，再拿树皮冒出灵芝的？这是假的。老伯，你手里拿的就是个破树皮，1文钱都不值。什么？你骗了我所有的钱，还给我一颗假参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一时间，周围群众也开始指指点点。那掌柜对这老头没半点客气，冲过来举起手就要给拍上一巴掌，可惜扬到一半的手却又被黄泉牢牢抓住。做了亏心事还想打人，谁给你的能耐？这百草药是当朝左相凤景元凤大人家里开的，我是凤府大夫人的表兄，看你们谁敢动我！堂堂凤府当朝左相的大夫人，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表亲？私认官亲可是犯法的。黄泉，去告官，就说这里有人假冒当朝左相的亲戚干行骗之事，请这位掌柜的自己去跟京兆尹解释解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是。哼。最终沈氏堂兄以假冒当朝左相的亲戚而被押往京兆尹。主子，那丫头比在西北的时候更嚣张了。哦，主子，她跟你倒还真是挺配的。看来本王的这个王妃选的还不错。主子，不是属下恭维咱未来的王妃啊。要说这位凤二小姐还真是一位奇女子，凤家把她扔在深山村里，不但没把她给饿死，她倒活得更精彩了。且不说她回府之后把凤家那位主母收拾的出不了屋，就说她给您治腿的那手法，还有那种一喷一喷的东西，真是神奇。玄天明也不否认白泽对凤羽恒的夸赞，他的眼光何时差过？若那只是一个普通女子，怎入得了他玄天明的眼？怎值得他那一场重聘？看吧，现在咱王妃扩张版图了，开始收拾外头的生意了。去告诉京兆尹，就说本王说的，有些人不敲打敲打是不会说实话的。属下明白。百草堂原掌柜被押送京兆府后，凤羽豪又亲自将20两银子还给那位被骗了的老头，并送了一颗知人参。同时，凤羽恒非常欣赏王林的为人，让其做了百草堂的新掌柜。从今日起，这百草堂就交给你管，
百草堂暂时歇业，我近日就会着手将这里进行整顿和改造。至于这店里的人，你来决定他们的去留。择日我会再来，你到时将缺少的人手报上来给我便可。东家放心，这些我都会做好。我适才说的你们也都听到了，同样的话我今后不会再说，只会用眼睛来看。若有人存了不轨的心思，趁早给我打包走人。是东家。有个哥哥叫我告诉你，请你到湖心的仙雅楼去坐坐。据说这里每个月亏损3000两银子，一炷香的功夫，一层进去15人，其中12人成交，2层上去过3位年轻小姐和2位夫人，看样子只有1位是失望而归。这样算起来，平均一层的人成交量总量为5两，2层每人50两，这座凤凰阁每日的成交量就应该在500到800两之间。若是有贵人出手阔绰，一日进账1000两也是有可能的。除去5成成本，每日至少也该有300两的余盈，太厉害了。可是从前你家里有人经商？是的，从小跟父亲学过一些做账的。青玉，既然你懂这些，那以后这3间铺子的账目就由你来帮我打理吧。小姐说的可是真的？左右我也是不太懂的，用外面的人也不放心。有什么事吗？有个哥哥叫我告诉你，请你到湖心的仙雅楼去坐坐。哦。命若丢了，谁会经理来给你撑腰啊？主子，您等的人到了。凤玉和站在房门口，好半天都没敢迈进一步。2个人就像较上了劲儿般，谁也不说话，就这么僵持了足有1炷香的功夫。我腿不方便，你总不能让我亲自过去请你啊。伤了腿毁了脸，你怎么不干脆把命也丢了算了？命若丢了，谁会经理来给你撑腰啊？没你我一样收拾他们。玄天明失笑，他就看着面前这人，唇角微微向上弯起，那弧度刚好触动他的心，忽悠忽悠的，斗嘴的话就说不下去了。这黄金面具打得很精致，戴在他脸上刚刚好，好想探他眉心处的那朵紫莲。你干嘛？很难看。凤玉恒他忽的就转过头，背对着他，有一股液体涌在眼眶，被逼着不肯流出，憋屈的难受。何克，腿也瘸了，我最爱看的脸也毁了。玄天明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毁我的东西？看见凤玉恒哭了，玄天明忽的就涌上来一阵心疼，从来没有过的陌生感觉袭上心来。何克，乖，不哭。我跟那位大夫好不容易治好的腿，怎么又断了？你走之后啊，我跟白泽没能安全出山，就在山口处遇了埋伏。是什么人说的埋伏？敌国？不行，这件事情在查，你不要太往心里去了。你怎么还是这么瘦啊？凤家直到现在还敢不给你吃饱饭？我以为周夫人去了一趟之后，至少他们应该知道收敛些。后来吃的还行了，我这是底子好，省得吃胖了还得减肥。你才多大呀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哪有这些个说道？哼，你也知道我小啊，我这么小，你着急下什么聘礼呀？还说什么15岁及笄就让我嫁过去，没见过这么猴急的。再说，你问过我愿不愿意吗？小时候定下亲事那会儿，也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赐婚这回事，咱们谁说的都不算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愿意的？这是什么逻辑？为何下那么重的聘礼？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凤家二小姐的？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凤家二小姐的？回京那天在城门口看到你，我便让白泽去查，那些聘礼是我欠你的枕金。枕金你已经付过了。20两太少了。不少，若没有那20两，我回不了京城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脸不让看，腿我看看行不行？你要怎么看？我就捏几下，你忍着点儿。只见他掌腕翻动间，
手法独特又娴熟的在他膝关节处直按向几处穴道。玄天明疼得直冒冷汗，凤羽恒的目光开始往上移，一直移到另一个关键部位。你要干什么？听说你伤到了那个地方，今后子嗣艰难。滚蛋！咱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吧。你的腿虽然是粉碎性骨折，但还能治。过来，10岁生日那年，父皇给的。有一位云游的道士曾说，这只貔貅最终的主人将是这天下之母。你不是当不了太子了吗？有这样的物件在手，只怕会引来许多麻烦。你怕麻烦？不怕，那就带着。好，玄天明，我没什么可送给你的，但如果有一天你愿意，我想亲自为你再接一次骨。好，明日我会到王府里的管家到凤府走一趟，助你将3个店面的账目盘点清楚。另外，你父亲凤景元一共养了9名暗卫，其中6名只是三流打手，底子一般，但还有3名是花了高价在江湖闻名的杀手组织无影阁里雇佣来的。你若对上他们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我会经常去看你。要不你搬到我那园子去住得了？傻丫头，名称不要了。我的意思是我分给你一个院子。那什么，上回周夫人去凤府时说了你做过的那些事，我觉得咱俩挺合拍的。你下次再出去坑人的时候，记得带我一个。二小姐，怎么了？二小姐，快到府衙去看看吧，老爷和大夫人都被金兆尹大人给请到衙门去了。啥？二小姐，干什么毛毛躁躁的？二小姐，快跟我去见老太太。这不是正要去给他老人家请安了吗？又出什么幺蛾子？什么事那么急？紫阳道长来了。紫阳道长就是3年前说原主是煞星的那个王八蛋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现在在哪？道长就在前院。好，我们走。不知紫阳道长到府上有失远迎。嘿呦，老太太客气了。贫道近日刚好游历到京城，引见凤府，似有些异动，便想着这些年与凤家也算有缘，这才匆匆赶来。有异动？道长所说的异动是指什么？可是对凤家不利。贫道昨夜夜观星象，但见已经远离凤家多年的灾星竟也悄然回归。随着他的回归，凤家的星盘也生了几许波动。甚至有几颗星象已明显不稳啊。祖母，先请道长去正堂坐吧，有事咱们慢慢说。慢着。道长，凤星渐暗，只怕大小姐的命数正在受灾星影响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怪不得凤家的星盘呈现这般模样，果然灾星回归，四下皆暗啊。妖言惑众，这是誉王府未来的王妃，哪里是你口中的灾星？凤二小姐如今已与誉王殿下定下亲事，就算是灾星，如今也灾不到凤家。道长为何不到誉王府去看看，那里的星星暗没暗？这丫头说的对，誉王爷已经跟我们家阿恒定好亲事，灾星不灾星的，道长就莫要再提了吧。府中近日可有怪事发生？可有人行动诡异呀？众人想了想，似乎也没什么可诡异的，却见凤沉鱼拧紧眉毛，半晌忽然开口道：大哥最近不太正常。大哥最近不太正常。凤宇恒，你等着，这仇我早晚要讨回来的。对，子浩是有些不对劲儿。容老夫算算。有一个方位存有与大少爷相冲之物，那地方说是凤府，又不是凤府；说不是凤府，却又跟凤府一脉相连。只可惜20几载相邻不相认，只于近日才现通天之眼，就是那里。
你那园子里到底放了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位道长若是有心，哪怕我园子里有块石头，他都能给我说成是赃物。二妹妹，快不要这样说。紫阳道长是得道高人，是凤府的贵客，我们二小姐向来不会主动去招惹谁，躲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住着，怎么还有人无端生事？姨娘，二小姐，既然人家不信，咱就让他们去搜吧，清者自清。孙嬷嬷，哼，若不是昨夜亲眼所见，你把东西放在我床底，我根本就瞧不出你有问题。那就搜吧，只是这位道长，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到时候真给我指着一块破石头说事儿，可别怪我翻脸。哼！这是在大小姐枕头底下发现的。凤神宇，你个毒蝎心肠的女人，你竟敢如此诅咒于我！我没诅咒你。那为何会在你的枕头底下搜出来？不过在你枕头边趴过一次，你这女人竟然想咒我死！老子当初怎么没有睡了你？你是谁的老子？你要睡了谁？父亲，陈宇实在是太冤枉了，陈宇真的没有做过诅咒哥哥的事啊。凤锦元将疑惑的目光往凤雨恒身上投去，老太太将之前发生的事与他说了一遍。只听凤锦元一跺脚：糊涂！快把他捆起来，扔到后院柴房！快！救命！今日之事，谁也不许再提。哈，什么事情不许再提啊？玉王殿下驾到！玉王殿下驾到！玉王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凤雨恒瞪了玄天明一眼，就见那人的目光刚好也向他投来，四目相对，竟是彼此都给了对方一个白眼。平身。不知玉王殿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殿下恕罪。凤大人还没有回答本王的话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凤大人是在质疑本王的耳朵？我哪敢质疑您的耳朵，就是太相信了，才害怕的呀。臣不敢，方才不过是家事，说了也怕捞到殿下清净。不知殿下今日到凤府时，你不说本王还差点忘了，本王是来给未来的王妃送饭的。我靠，这家伙还惦记上了，我凤雨恒是他们胆不给饭吃的主。送饭？送什么饭？我们家恒恒被你们扔到西北深山里喂狼3年，瘦的皮包骨头啊！本王原本想着回到京里，凤家总得好好补偿一下，谁成想昨日见了他，发现还是那么瘦。既然你们凤府养不起女儿，那没关系，本王来养，左右都是要嫁到誉王。本王来养，左右都是要嫁到誉王。凤家怎么可能会养不起女儿？本王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插嘴？玄天明这一鞭子抽进了凤家所有人的心里，玄天明理都没理，只挥了挥手，身边有个太监拎着食盒就往凤雨恒那边走去。怎么连哪个是未来的王妃都分不清楚？恒恒，过来。记着点儿，哪个才是本王的王妃？至于边上那个，也是凤家的女儿，看这岁数，凤大人应该是你的长女吧？回殿下，正是微臣长女。民女陈瑜见过誉王殿下。殿下，还请屋里坐吧。外头凉快。凉快吗？明明上头顶着毒辣的大太阳，凤雨恒都抹了一把额前的汗，又瞪了玄天明一眼，却在这一眼中接收到了一个讯息，他似乎在同他说，别急，还有好戏看呢。今日到府上来呢，主要有2件事。第一件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，
就是给我们家恒恒送吃的。这第二件呢，本王就是想问问，京城里那间叫做奇宝斋的古董铺子，可是凤家产业？你问这干啥？铺子是我的。别急，先听听他们怎么说。回殿下，奇宝斋是府里姚姨娘名下的铺子，如今阿恒在管着。如今，那过去呢？过去是由府中掌管钟馗的主母帮着管的。就是在仙雅楼遇到殿下的那天，铺子的地契刚刚由母亲交到阿恒手里，奇宝斋还没来得及去看呢。那就对了，凤大人，本王班师回朝的那一天，曾命人到奇宝斋挑了个物件送到宫里，讨母妃欢喜，谁知道竟买了个假货。殿下此话怎讲？把人带上来，把人带上来！殿下饶命啊！是丰府的大夫人把店里的东西都换成了假货，让我往外卖的呀！殿下饶命！这是奇宝斋的掌柜，本王的那幅唐征香的青山图就是从他手里得来的。你们自己问问，他给本王的是个什么东西？说，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这些年，大夫人陆陆续续将店里值钱的物件全都换走了。那幅青山图原本是前朝书画大家唐征香先生的传世之作，可是就大概半年前，大夫人不知从何处得来一幅临摹的十分逼真的假青山图送了过来，真的那幅就被夫人取走了。小的是真不知道来买青山图的人是殿下派来的，不然打死小的也不敢卖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其他人就由着你们坑蒙拐骗？殿下刚刚说，那青山图是要送给云妃娘娘的，当天就送过去了。是母妃发现青山图为赝品，还质问本王为何送副赝品给他。凤大人，你说本王该怎么回母妃的话？但凭誉王殿下发落，任凭殿下处置。去把那个恶妇给我带出来，带出来！求殿下宽恕我的母亲吧。你呀，要好好吃饭，想吃什么就让丫鬟到王府里去拿，我让厨房里每日都给你备着好吃的。我吃的挺好的。太瘦了，不过也难怪，这明显的好吃的都让他给吃了嘛。今天你还要出门吗？既然奇宝斋出了事，如今他回到我手里，我总得过去看看。好，那你自己小心点。行了，把凤家的大夫人带上去宫里。殿下。凤大人，本王看起来像是很好说话的人吗？你女儿若是嫁得不好，现在去追还追得回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老伯与百草堂也算有缘。若没有老伯，只怕我还没有这么快就揪出里面的猫腻。这些算我给老伯的谢礼。去把娇儿接回来吧。如果他愿意，让他3日后到百草堂来见我。该做的做过，该说的也说完。凤雨恒再不多留。小姐是想多收些人？没错，我离开京城的时候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这偌大的京城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个陌生至极的地方。如果身边没有些自己信得着的人，什么时候被人卖掉都还不知道呢。是啊，凤家把那3个铺子都搞成那样，如果铺子里有咱们自己人，怎么可能让凤家这样欺负？小心！上呀，杀了这黄毛丫头，一个手无兵刃的小丫头，需要2个一起上吗？不要侮辱了咱们，你先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上。小心，剑上淬了毒。小姐，等会找机会往水里跳。好。凤雨恒其实很想让黄泉先跑，只要黄泉不在，
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上演一把凭空消失，可是现在不行，他总不能太明目张胆，他还不想被人当成妖怪。我这是穿越回了现代了吗？不对，这还是大圣皇朝，但这又是什么地方？姑娘醒了，叫她姑娘而不是凤儿小姐，就说明她现在这个所在不是凤家的势力范围。姑娘先等一下，厨下已经有饭菜备下，就等着姑娘醒了说饿，便可以端上来。姑娘先前落水，奴婢将姑娘身上的衣裳都换过，原本这套也洗了干净，并用香料熏好。另外鞋子缺了一只，殿下已经着人照着原样去做，虽说短时之内做不到一模一样，想来瞒过人们三眼五眼的打量还是可以的。殿下？哪个殿下？这是哪里？这里是云妃娘娘的月寒宫。云妃娘娘是玄天明的母亲，既然她人是在月寒宫，那救她的殿下肯定就是玄天明了。谁知小丫头紧跟着又加了一句：姑娘适才问的殿下是七殿下。七殿下？七殿下的生母是昭妃，可惜在诞下殿下时血崩没了，云妃娘娘便将七殿下抱到月寒宫里养着，一直到七殿下成年才独自立府。凤玉衡他点点头，明白了。如此说来，七殿下和玄天明都相当于云妃的孩子，只是一个生恩，一个养恩。我是何时被送到宫里来的？就我一个人进宫了吗？玉王殿下呢？姑娘是晌午进的宫，七殿下一起带回来的，还有黄泉姑娘和一个车夫。玉王殿下也来看过姑娘，留下话来，让奴婢等姑娘醒了就告诉您。外面的事他会处理好，请姑娘安心休息。姑娘，云妃娘娘有请。好，对了，把黄泉叫来，帮我备水梳洗一下。我换好之后，咱们赶紧去见云妃娘娘。左脚是新做的，七殿下吩咐下去的时候，特地说不要用太新的面料，这样才不会显得太突兀。你们七殿下有心，小姐真是吓死奴婢了。您不会水，干嘛往河里跳啊？不跳河就等着被毒箭射死。对了，那个七殿下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何会救了我们？说来也巧了，七殿下数月前就去了外省，今日刚刚回京，走的正好是水路，也多亏遇到七殿下，不然今日只怕在劫难逃。没事儿，不怪你，殿下那边我自会去同他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谢谢小姐。黄泉，你有没有听到琴声？是七殿下。走，去会会这位七殿下。七殿下玄天华同样由云妃抚养长大，却生成了与九殿下玄天明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格。玄天明是任性妄为、傲视孤立，这玄天华则是清宁儒雅、为人和善。见过七殿下，多谢殿下搭救之恩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多礼。九弟难得动了娶妃的心思，我为你们高兴。走吧，母妃还在等着，我与你们同去。儿臣给母妃请安。民女凤羽衡拜见云妃娘娘。娘娘万安。起吧，地上凉。我的天呀，云妃娘娘这也太年轻了吧，明明36、7岁的人，却保养的连25、6的女子见了都自愧不如。古代的女子都这么会保养了吗？母妃到这边来坐。让你教我这未来的儿媳弹琴，你教的怎么样啊？教我弹琴，这是为我一下午的失踪找好了理由呀。怪民女愚笨，从晌午学到现在，也不曾学出七殿下半分模样。哪里是弟妹愚笨，是我的情侣太随性，没个章法。你也别一口一个民女的叫了，本宫既然认了你这个儿媳，你便跟着明儿和天华叫我一声母妃便可，跟天华就叫七哥吧。民女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接了明儿的大聘之礼，本宫便认你这个儿媳，
本宫可不管你是哪位罪臣家的外孙女儿，你祖上纵是犯上作乱的贼人，只要明儿乐意，本宫也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。儿媳磕谢母妃大恩，一个头磕下去，前额着地，诚心诚意。多谢七哥。是姚家的孩子，在家里生活的如何？殿下送给儿媳的宅子，儿媳将它取名同生轩，住着甚好。兄弟姐妹可还有目？胞弟子睿年已6岁，十分聪明贴心。家中亲人可都还好？远在荒州，已多年未见。好。那人你可认得？儿媳认得，那是凤家的当家主母沈氏。很好，这世上敢欺骗本宫的人还真没有，就算是皇上他都不敢。沈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念你是当朝一品大员之妻，今日不与你过多计较，青山图限你3日之内交到誉王殿下手中。另外，听说你有个女儿，那本宫就送给凤家一道旨意：凤家嫡女凤沉鱼5年之内不得入宫。母妃不要总站得那样高。明儿外面的事可都处理好了。臣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不要命的人在京里散布谣言。本王的王妃不过进宫玩了半天，外头竟有人说她被歹徒挟持了。这样的人全部该杀。已经杀了5个。母妃，时辰不早了，还是让九弟送弟妹出宫吧。也好，去带上本宫送给未来儿媳的见面礼，跟着殿下一起出宫，让所有人都看看凤家的2小姐是从哪里回家去的。想来我被劫持的消息在宫外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吧？传到后来连根儿都找不着。谁说找不着？我不是杀了5个吗？可幕后的真凶到底是谁？咱们谁都不知道。看路说应该是阎王殿的人。啥？阎王殿是江湖上一个杀手组织，专接拿钱杀人的买卖，但开价极高，能出得起钱的多半都是大富贵的人家。应该不是你父亲，他还没蠢到事到如今依然想杀你。至于那位主母，应该没这个脑子。阎王殿的人也不屑跟他做这种生意。你的嫡兄嫡姐手里没这么多钱，所以如此一算，倒是有一方面的人你要多加留意。你说是沈氏？沈氏没脑子，并不代表沈家人都没脑子，不然他们也不会把生意做得这么大。沈家想要保全自己的富贵，就必须得保住沈氏在凤家的地位，所以有些事无需沈氏自己动手，他们就会替他处理干净。沈家，若他们插手，还真是防不胜防。搬走。拜见主子。从今往后，你就跟着王妃，她就是你的主子。搬走，拜见主子。搬走是最好的安慰，在你身边，我才放心。你将身边的人都给了我，那你怎么办？誉王府如铜墙铁壁，就是我自己，虽然残了腿，也并非一般人能近得了身。你不要忧心这个。那你别责备黄泉吧，忘川进宫好，如果当时他在，想必一定会带我成功逃脱。但是忘川被我派到外面去做事了，所以这事儿怪不得黄泉。九弟，时候真不早了，再不把弟妹送回去，宫门就要宵禁了。七哥说的对，咱们快走吧。玄天明这一次是摆了王驾，从皇宫直奔凤府的，一群人浩浩荡荡，好不热闹。是谁说凤二小姐被人劫持了？明明人家是被云妃娘娘召进宫去了。可不是吗？人家是进皇宫见未来婆婆去了。也不知道谁胡说八道，这不是毁人家清白吗？谁说不是呢？叩见唇王殿下，唇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现在如此甜。叩见誉王殿下，誉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
都平身吧，也都别处在外面了，入府再言。是，殿下。敢问殿下，这些是总不会是送给凤家的礼物吧？是母妃送给恒恒的见面礼。母妃知本王今日回京，便召了弟妹一道进宫来见见，没有提前与凤大人打个招呼，是本王失礼。以前只闻七皇子温文尔雅，如今才知什么叫做百闻不如一见，这样如谪仙般人，才是我凤沉鱼的良配。以前只闻七皇子温文尔雅，如今才知什么叫做百闻不如一见，这样如谪仙般人，才是我凤沉鱼的良配。这位七皇子第一次见到，果然如传说中一般温文尔雅，但我还是中意九皇子。这个凤羽恒为什么还好好的站在九皇子身边？凭什么？粉黛跑回正堂，将那只搁在正堂的鞋子拿到手里。不敢，小女能进宫拜见云妃娘娘，是她的福分。你能这样想就好。殿下，有人在城外河边捡到二姐姐的鞋子。这人是谁？府上庶出的四小姐。哦，回来，殿下面前哪容你说话？可这明明就是二姐姐的鞋。粉黛不甘心，也不知是哪来的胆子，她竟一把将凤羽恒的裙摆提了起来。只见一双鞋子完好无损地穿在凤羽恒脚上，粉黛难以置信。突然，咔嚓一声，玄天明竟直接将凤粉黛的左腕骨掰折了。凤粉黛两眼向上一翻，昏死过去。快送四小姐和四姨娘回房。该看的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家恒恒的鞋子好好的穿在脚上，再有人敢乱说，本王自会派人来取他的舌头。臣记下了。懿旨到，奉臣于接旨。奉皇后娘娘、云妃娘娘懿旨，凤家嫡女凤沉鱼5年之内不得踏入皇宫半步，钦此，谢恩。民女接旨，谢恩。看着云妃送给凤羽恒的见面礼，硬生生地提醒着所有人，他凤羽恒任谁也轻视不得。老太太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然后吩咐道：都送到同生轩去吧。是，老夫人。今日到街上看铺子，没想到竟被请到皇宫，没能提前和父亲说一声，父亲莫怪。誉王下手也太重了点，把粉黛的手腕都掰折了。灾星，就因为你，家里多少人被打，你就是个灾星。子浩说的没错，你就是灾星。是吗？母亲还是好好想想那幅真的青山图到底在哪里。若等到3日期限到时还拿不出来，只怕灾难来的会更猛烈。锦元，通知沈家，让他们把青山图给我交出来。是，母亲。凤锦元赶忙吩咐手下去办，再回过头来看看院内众人，下了一个决定：今日早些休息，明天一早除粉黛外，所有人前往普渡寺进香，为凤家祈福。冷琛，小姐，搬走，殿后。属下明白。搬走，殿后。属下明白。所有女孩都已经安全转移，一共12名，寄养在一个宅子里。奴婢回京途中被人追杀，一直追到京城，似乎也进了凤府。我知道了，先不说这些，我看看你的伤。你几乎是跟父亲派出去的人同时往萧州去的，追杀你的人8成就是他手下的暗卫。若对方有意试探，这些伤在身还是有些麻烦。奴婢给小姐添乱了。说什么胡话？你和黄泉既然跟了我，我就当你们是自己姐妹。若一味的跟我生分，那可就只剩下主仆关系了。忘川心下一阵感激，那样的话便不再说。你的内伤，我只能用药给你慢慢调节，好的会慢一些。外伤，今晚一定要好好处理。明日你得跟我出府进香，留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不放心。
小姐，你拿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？还有我刚才吃的是药吗？为何不苦？我当年在西北大山里时，曾遇到过一位波斯奇人，他就隐居在深山。我每次进山采草药和蘑菇，都能看到他。那波斯人也是个大夫，用的药和工具都很古怪刁钻，但却又有奇效。我跟着学了3年，直到他离开大顺，这些东西就都送给了我。近几日不要碰水，也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。好在我们只是出去上香，你就跟着我，什么事也不用管。奴婢知道，谢谢小姐。只是我这手臂要多久才能不麻了？1个时辰之后就恢复如初了。这上面的线12天后我会帮你拆除。平时要做什么，就让黄泉帮着你些。另外，除了黄泉，我为你缝合的伤口不可以被任何人看到。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也不可以同任何人说，跟主子也不能说吗？玄天明要是问，那你就说吧。是哪个不长眼的挡了我的路？还不快点给我滚到一边去！真是翻了天，什么东西，不知好歹。怎么了？那个沈胖子又跟人打起来了。是大夫人与旁人起了争执，谁知道这沈氏的战斗力还真不是吹出来的，对着车窗破口大骂了足有1炷香的时间还不停口，而且越骂越难听。一直含蓄忍耐的对方终于也爆发了。这年头连猪都会说人话了。嘿，不爱搭理你，见好就收得了呗，还没完没了了是不？你瞅你脸大的从车窗里都伸不出头来，骂的自己都直喘粗气，挺大岁数了寒不寒碜？你们就不知道拉我一把？大夫说了，夫人的腿伤得很重，不可以轻易走动。老爷也说了，让奴婢侍候夫人在马车内好好休息，不到普渡寺万万不可中途下车。哎，都在欺负我！掌嘴。是。老爷，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快被人打死了呀！就是那个小贱人，他骂我是猪。武阳郡主。武阳郡主。哟，凤伯伯，您可算是肯露面了。本郡主还以为你就准备一直躲在马车里，任您的夫人骂我母妃呢。武阳郡主是文宣王府嫡出的武阳郡主，闺名玄天歌。文宣王是当今圣上的同胞弟弟，也是如今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位兄弟。凤羽恒了然，怪不得底气这么足。不知郡主在此。行了，别整这些没用的，这些沉不沉的话跟我母妃说去。我就问你，这只猪凭什么跳脚骂我们？是看本郡主好欺负，还是看我母妃好欺负？亦或是想挑战一下我父王的威信？我们到皇宫里都是可以坐马车的，本郡主长这么大，皇帝伯伯都舍不得责骂，凭什么在宫外要受一只猪的欺负？不知王妃与郡主在此，臣凤景元代罪妇沈氏向王妃郡主赔罪，还望王妃宽恕啊！沈氏，凤相，这沈氏是你的妾？是臣的正妻。凤家的正妻不是姚千柔吗？姚太医的女儿当年嫁入你凤府时，我还曾亲自上门为她添妆。何以几年不见，你的正妻就换了旁人？那么好的千柔你不要，却抬这么个东西坐上主母位置。敢问凤相，家都治不好，如何治国？敢问凤相，家都治不好，如何治国？臣一介文人，对打理后院琐事的确不算精通，请王妃见谅。但朝中之事，臣可一向都是不含糊的。天哥，你黄伯伯前些日子还说想你来着，带我们从普渡寺回京，你记得进宫去看看。母妃放心，天哥记得了。黄伯伯最心疼天哥，从小到大都舍不得打骂一下。如果黄伯伯知道今日有人指着天哥的鼻子骂天哥是贱人，一定会把那人活剐了的。臣
叩请王妃郡主宽恕。对了，姚氏在，快让姚氏出来给王妃请安。凤锦园也反应过来，赶紧小声招呼下人，把姚姨娘请过来。娘亲，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实话实说，没必要为任何人掩饰。好，我听阿恒的。妹妹什么也不用说，姐姐都懂。姐姐你看，阿恒和子睿都长这么大了。阿恒见过王妃，见过郡主姐姐。这孩子跟天哥叫姐姐，怎就跟我叫起王妃了？阿恒叫兰姨。阿恒见过兰姨。子睿见过兰姨，见过郡主姐姐。当年家父突发急症，是姚太医妙手回春，将他从鬼门关抢了回来。我们叶家从此便视姚家为恩人。凤相，这事儿你可知道？凤锦园神经一颤，叶家云麓书院的山长帝师叶荣，冷汗瞬间湿透全身。凤相，我与千柔多年不见，有许多贴心的话说。千柔母子三人就坐在我的车了，凤相，你可有意见？凤锦园哪里敢有意见，巴不得姚氏能替他说两句好话。兰姨跟娘亲说贴心话，我们就不跟着掺和了。阿恒带着天哥姐姐去坐我那辆马车可好？极好极好，坐我那辆马车可好？极好极好。今日舟车劳顿，寺里住持为我们安排了明日进香，同时还要燃长明灯保平安。你们一定要争气，作为嫡子嫡女，就得有个表率的样子。子豪伤好了之后还要去书院，萧州那边为父会再为你打点一次。对，一定好好打点，出多少钱都成，只要子浩能有出息，娘就靠你跟陈宇了。要说萧州叶家，那可真是大顺的骄傲。千柔，你能跟文轩王妃交好，这是体面的事。姚氏听出来老太太这是有意想让她为凤子浩说些好话，她却并不想管这档子闲事，便只是敷衍的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原来你就是九哥相中的那个姑娘，阿恒，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。我怎么觉得那两个人看我的眼神充满着敌意呢？阿恒，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征服我九哥的。凤玉鹏却想起之前遇到的那两兄妹，于是便问玄天哥，今日寺里可是又有哪个贵族世家来进香了？你见到他们了？你说的他们是谁？就是我们大顺朝唯一的异姓王，安定王家的郡主和侄少爷。3年前，安定义士王家里的独女看上了殿下，安定王亲自求皇上指婚，咱们王也不乐意，一把火烧了那安定王府。难怪这么大的敌意，原来把我当情敌了。阿恒，你不用怕，那安定王虽也是世袭的王位，但他并没有生出儿子来，如今年纪也大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明摆着后继无人。更何况他本身就是个根本没实权的王爷，又是异姓封王，跟我们文宣王府完全是两个档次的。我真不是怕，只是感叹一下你九哥的个人魅力，仅此而已。我娘亲呢？夫人跟孙嬷嬷去给老太太和沈氏送素点心了。点心怎能让他们去送？是从家里带来的。昨儿晚上孙嬷嬷说老太太这几年越发的吃不惯庙里的点心，从前都是沈氏在家里准备好带过去，今年沈氏这种情况显然是准备不了了，便跟夫人商量着连夜做了一些备上。凤雨恒的眉角突突的跳了2下，一种不好的预感袭来。他们去了多久了？有一会儿了。王权，你往沈氏住的方向去，见到娘亲就拦回来，不要让她去送点心，速去速回。子睿这里也不能没人。忘川，走，我们往老太太那边去。他绝不认为孙嬷嬷拉着姚氏大半夜的做点心，真的只是为了给老太太吃。若对方趁姚氏不注意，在点心上动了手脚，只怕这个罪就要姚氏来担了。
二妹妹，你懂艺术，快到三妹妹那边看看吧。啊，小荣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父亲说让我照顾好几位妹妹，我便准备挨个屋去瞧瞧。可刚到三妹妹那里，就发现她面色非常差，倒在榻上动都不能动。安姨娘呢？在祖母那边。二妹妹，快去看看吧。凤雨恒见陈瑜这样子不，你先往那边去。是。果然，小荣一脸憔悴地卧在榻上。没事儿，就是有些发热。你先躺一会儿，让丫头烧些热水喝。我还要往祖母那边去一趟，等回来后给你拿些药。不用麻烦，二姐姐快去忙吧。小荣没事的。小荣，身子不舒服可不能强撑着，好好休息，回头我再来看你。好。凡事留个余地，对谁都好。哦，凤雨恒唇角含笑，这就是真面目吗？大姐姐，咱们彼此。哼！我靠，中计了，调虎离山。黄泉小姐，奴婢去沈氏住的地方拦夫人，等了一会儿，发现夫人并没有往那边去，便折返回来。可是，一回来就发现二少爷不见了，倒是多出这么个东西。要救孩子，4更天往后山走。子睿现在是被人绑架了，而且他很能确定，在绑架子睿这起事件中，对方绝对不是为了求财。小姐，要不要奴婢出去找找？或许现在还没走远，要不让班走去追。先不要声张，对方既然目的是为了引我去后山，子睿暂时应该是安全的。这样，夜里我带黄泉去后山，忘川留下来看家。嘿嘿，凤儿小姐，用你的命换这孩子的命，凤儿小姐觉得可还划算？果然是冲着我来的。既然知道我是相府的二小姐，阁下还如此大胆敢行此事，不怕凤家报复吗？凤家就是想报复，也得有那个本事。更何况你若死，你觉得你的父亲是会悲愤的为你报仇呢，还是暗地高兴啊？凤家会偷笑是有可能的，可阁下也别忘了，我背后还有个誉王府呢。搬走，救人！杀！几个来回下来，黑衣人被打得没剩下几个，对方见己不敌，纷纷伸手入怀，就不知道要掏出什么东西。不能让他们放暗器。有什么不对吗？小姐，你使的是什么暗器啊？这么厉害？搬走不说话，就盯着凤雨恒等他回答。凤雨恒好一阵无语，见二人不放弃的样子，只好含糊的答：就是一种用麻沸散浸过的针，被我打中的人可还没死哦，只是昏睡过去了。你要不要补2下？搬走二话不说，施展身法在附近绕了一圈，再停住脚时就告诉他们，现在没有活口了，应该留下来一个严刑逼供的。阎王殿的人，他们身上有标记。说着话，身形又是一动，眨眼间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把凤子睿抱了回来。怕是有人过来了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在哪儿？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在哪儿？怎么办？二妹妹找不到可怎么办？我们为什么不再往旁处找找？这一路好像都是跟着大姐姐往这边来的。安氏一怔，好像还真是小荣说的这般。一路上陈宇表现得十分焦急，大家都是跟着他的脚步在寻找着。他想提醒凤锦园再找找旁的地方，却听到韩氏悠悠地说了一句：半夜被人劫持，不管找不找得到，只怕二小姐这清誉。韩氏锁紧了眉，他知道因为粉黛的伤，这韩氏8成是恨上凤雨恒了。我凤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莫急莫急，
这不还在找吗？陈宇掩着唇轻轻啜泣，可目光却在四周不停地搜寻。只可惜映着火光的茫茫夜色，哪里有凤羽恒的半个影子。老爷，我们散开来再找找，刚才只顾着往后山绕，好些地方都没有找过呀。安姨娘，这是最有可能的一条路了，前山有守夜的僧人，贼人定是要往后山跑的呀。二小姐是跟着咱们家人一起出来的，现在人不见了，誉王府追究起来，这个责任谁负得起？既然凤家不能尽全力找回阿恒和子睿，那我去求文宣王府帮忙。既然凤家不能尽全力找回阿恒和子睿，那我去求文宣王府帮忙。尽全力？怎么能不尽全力？那是我的孙子和孙女儿，今夜就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找出来。搜山，不放过每一个角落。阿弥陀佛，敢问施主可是出了什么事情？为何深夜不睡，举家至此啊？凤锦元原本没想惊动司礼僧人，毕竟这不是什么值得张扬的事。凤羽恒的失踪，就算今夜找不到，他也打算封锁消息，暗地里慢慢找，实在不行，干脆就称疾病身亡。可偏偏有人不这样想。不瞒大师，是我们家的二小姐今夜被人劫持了，我们找了半宿都没找到。够了！父亲也别怪韩姨娘，当着大师的面，怎可打诳语，是犯忌讳的。大小姐到底是如何认定二小姐是被劫持的？金针姨娘这个问题问得甚好，奴婢也奇怪，为何大小姐一口咬定我们二小姐和二少爷被贼人劫持了？忘川，你是说阿恒的子睿没丢？哦，阿弥陀佛，原来诸位施主聚集在此，是在找人。可是老衲不明白，明明2位小凤施主一直都在佛堂诵经，你们为何到后山来寻呢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哼，阿恒，父亲，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？也是来诵经的吗？阿恒一直都在这佛堂祈福吗？对啊，从上了夜开始就一直在这里，几位大师都可以作证。父亲为何这样问？没事就好。父亲以为阿恒会有什么事？很晚了，你早些休息。凤锦元不想再与他说话，转身就走开了。说实话，他对忘川的话是有些怀疑的，即便那个僧人都证实了，他还是怀疑。可看着凤羽恒时，却又实在看不出什么破绽来。幸亏利用空间里的药，才能让子睿快速的转醒，再利用空间返回佛堂，不然这场戏就没法演了。处理尸体的时候，可有留下痕迹？属下故意留下足以令凤锦元的暗卫发现的痕迹，至于凤家其他人，断没可能发现。很好，不管今日之事主谋究竟为何人，他必须提醒凤锦元，如果是你干的，那你打不过我；如果不是你干的，那我告诉你，有人要杀你闺女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依小姐看，这次与上次是同一伙人做的吗？看起来应该是。看起来凤家的大小姐就算不是主谋，也定是同谋。她今夜的表现摆明了就是知道此番计划，故意来戳穿咱们小姐不在房内的事实，然后又引领凤家人往后山去寻。原主这个大姐姐呀，菩萨的脸，蛇蝎的心，这样的人若真是坐上了后位，只怕全天下都得被她算计进去。搬走，去查查孙嬷嬷有没有子孙，再查查这些子孙有没有在沈家做事，或是跟沈家有关联的。属下记得了，你们保护好主子。母亲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明早安里便有女尼下来接沈氏上去，凤府会对外宣称沈氏留在安里为凤家祈福。这事你做得对，若再继续留那沈氏在府中，早晚是要出大事的。是的，儿子之所以安排全家来这普渡寺进香，也就是为了找个沈氏离府的理由，这样也给陈瑜和子浩留了颜面。他在家里跋扈也就罢了，万没想到竟招惹到云飞，如今又把文宣王府给得罪了。这个烂摊子你要妥善处理。文宣王妃的态度母亲也看到了，哪里是那么好说话的。还有那个武阳郡主，从小就跟九皇子一样，是个惹祸精，偏偏皇上还宠着。姚氏不是与他交好吗？
如今处理了沈氏，你与姚氏正好也缓和缓和。将沈氏留在安里是迫不得已，但那主母的位置却不能卸去，毕竟还有陈瑜，那才是凤家真正的希望啊！糊涂，谁让你卸去沈氏主母之位了？我只是让你常到姚氏屋里去坐坐，姚家根基深，文宣王妃那边也要姚氏多出气才好。儿子尽力吧。没错，就是因为母亲得罪了云妃，害得我5年不得入宫，现在母亲又被永远的留在庙里，今后我这个大小姐有神脸面面对外人，看来母亲是留不得了。那嬷嬷有个15岁的孙女，是沈家三老爷的第9房小妾，属下取了她一枚发簪，样式老旧，像是过去的东西。果然是这样，凤雨恒就觉得孙嬷嬷的背叛肯定会有些原因，不然跟着姚氏从姚家陪嫁过来的嬷嬷，怎么可能将3年光景就转投他人？今日夜里，把这簪子给孙嬷嬷送去。遵命。殿下来了。端走说殿下来了，小姐快出去看看。我这身衣裳还行不行？这话一出口，他自己都鄙视自己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个眉心有朵紫莲的男人，竟能如此牵引他的心？穿什么都好看。文鹤，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他眼睛晶亮，有灵动的神采闪烁着，看在玄天明眼里，就像天上的星宿，一眨一眨的，让人怦然心动。我来看看你啊。头一次见恒夫这副模样，这才像12岁该有的样子。就在这借着轻功腾空而起的半空，四目相对，望出柔情几许。头一次见到女孩用袖口给人擦汗的。应该用帕子是吧？没带帕子。太酷了，玄天明，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轻功吧？你想不想学啊？我是说轻功，你若想学呢，我可以教你。不学，太难了。你看我每天这么忙，光是凤府里的那些人和事就够我折腾的了。我还要看医书，还要研究药材，还要顾着外面铺子的生意，哪里还有时间学轻功啊？不过我也是会点功夫的。当初在山里时，见你弹的那一首诗词，便知道你不是一点本事也没有。可不只是一点点本事哦。虽然我现在这身子有点弱，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。我以后多吃点好的，每天再抽些时间训练一下，很快就能恢复过来。既然有底子，就别荒废了。就算身边时刻有人保护你，总归还是有个万一的时候。我总是担心你会出事。今日听班总说，昨夜又遇到了阎王殿的人，不放心你，这才赶过来。你要不要试试？是什么？可怎么看都像是他在欺负小孩，却也不忍心扫他的兴，便点了点头。好。不带运轻功的，不带运轻功的。不行了，这破身体打一会儿就累，你让我歇歇。你应该是还没有去练这套招式的内功吧？夜里身风凉，你刚出了汗，小心冻着。我这套是格斗与擒拿的综合招式，里面还结合了一套军体拳，都是近身打斗技巧，没什么可看性，但一招一式都非常实用。而配合着这些招式的内功，我管它叫做硬气功。硬气功，我看你打斗时力道很足。所谓硬气功，若练成了，一般人接上一招，只怕胳膊都要断了吧？差不多，要看练到什么程度。不过我就算是练成了，跟你打还是要差上很多。你们都会轻功，
还有长兵器，结合起来我就比较吃亏。从这2次打斗中就以见分晓，